好，我介绍一下，因为我跟赵刚也是应该是2013年在点评认识的，当时赵刚在做那个搜索团队的主管，然后正好我有机会跟他有这样的合作，所以呃也后来也保持一直的联系。然后因为前一阵我看到赵刚的朋友圈在做这样一些 AI 方面的，所以我其实在应该是过去的2周还是几周，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密切的一些讨论。然后我觉得赵刚在这方面其实研究的会花了很多的精力，然后做出很多有趣的一些东西，也在做这样方面的一些分享，所以我想有机会，那个就是让赵刚的东西有机会让就是海外或者是台湾这边的小伙伴有机会了解一下。然后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些想法，就是慢慢的有一些我会再邀请一些其他你们可能不太就是台湾小伙伴不太认识的一些其他的小伙伴，给你们一些就是同时对我来说也是个学习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话，有机会去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者不一样的观点或方法工具，是这样的。没了。哦，赵刚。好，谢谢大娘，谢谢酱，我们认识好多年了然后那我就开始好了。好的。我那个现在工作20年，然后 AI 这块的话，差不多是在2021年开始做这块工作内容跟这块比较相关的。然后2023年之前，大家其实我们有在讲大模型，内部大家有在讲大模型，说这个是个趋势，但那个时候其实都不太理解了，一直等到22年底，ChatGPT 3.5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感觉不一样了，然后就开始大家就意识到哦，原来大模型是这样的。然后在那之后，二二年底那个23年那个春节过了之后，春节之后大家就反应过来，反应整个产业里面大家反应还是比较慢了。等到那个春节过之后，大家反应过来，哦，AI 来了，AI 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然后后面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现在，到后面我相信后面的影响变化会更大了。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AGI 基本上就是这2年的事情，从今年到明年到26年了。然后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Deep Research，你用过 Deep Research 的话，包括最新出来的像那个 Manus，但 Manus 我也没有账号。Manus 你看，当然它可以看到它的很多演示，这些产品你用过之后，你会知道他们跟之前的很多产品都是不一样的。OK，我们开始好了。那我在做视觉这块的 AI 产品，然后也在做视觉的agent 智能体这块。我希望能够让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去使用 AI。那整体我会分享这些内容。第一个是大模型的一些核心概念逻辑，然后它大致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日常工作中的效率，我们怎么去提升日常的工作效率。然后第三个智能体这块做一些分享跟这个一些视频的演示好了。然后在深度研究工具 Deep Research 跟 Deep 设计的不同的工具，我们怎么去使用它，然后他们的这个能解决哪些问题，可以在哪些场景下使用，跟之前的工具有什么不一样？那 AI 时代的工作跟学习方式，我们也做一个讨论交流。最后，我有一个 AI 产品发布，说过去所有的软件都值得用 AI 重写一遍嘛。然后对于我来说，我遇到一个问题是，我经常做了一些项目之后，会发现做完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已经有项目了，已经有类似的产品，而且大家有开源出来了，然后就发现造了很多重复的轮子嘛，对吧？当然，我在做这些项目之前，其实我也搜索过，我去谷歌搜索，我去 GitHub 搜索，看看有没有相同的项目的功能。然后完了之后找不到，所以自己做了一个。自己做了之后，我把它分享出来，发给大家，大家说，哦，这个项目有类似的好几个项目都可以用的。然后找到之后，那些项目就发现真的非常好用。举个例子，比如说春节的时候，就前2个月春节在家里，在家里网络不太好了，所以我想写一个这个读论文的工具，读论文，然后它能够在我本地，我用的 Mark 的 M4了，它的性能还可以，能够跑一些模型，跑这个7B、30GB 的、32B 的模型都能跑，70B 量化模型也能跑吧。所以我想在本地实现一个把论文做一个自动翻译，然后能够 side by side 的去阅读这个论文的工具。所以我一开始在 GitHub 在谷歌到处搜到处找，没有找到这种工具，就是它可以 side by side 的去对比原文跟译文，然后也可以去翻页，然后还可以调用本地的大模型，而且是我看到几页再往下翻几页的那种，这样的话就不用。
都有很长的论文，不用一下子全部翻译出来。我找到没找到，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写完之后我就发到群里，我建了好几个群嘛，我发到群里跟大家分享说我做了这个开源项目，然后结果大家跟我推荐说，哎，那个项目 A，那个项目 B，那个项目 C 都能够做这个事情。然后完了之后，我又在 GitHub 上去找，我通过不同的关键词去搜索，其实是能找到我需要的相关的项目的。比如说 PDF Mass Translate，它不叫 Translator，它叫 Translate。所以词语一变，我们到 GitHub 上去搜索就搜索不到了，因为 GitHub 它的搜索是关键词搜索，对吧？它不是语义搜索。哎，所以其实我需要一个能够用语义去搜索 GitHub 项目、搜索开源项目的产品，然后就自己写了一个。然后这个一会我把它发布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怎么用啊。好，大模型的核心逻辑，最早的话，在神经网络之前，我们是之前有这个强化学习，在之前的话有各种统计模型、统计语言模型嘛。然后神经网络是我们现在神经网络是整个一个大模型的基础了。然后神经网络里面最基础的神经元，然后到了这个后面之后，后面大模型出来，大模型之前全是 transformer 的结构，transformer 结构之后，在 transformer 的这个结构之上，大家建立了大语言模型，用来处理文本的逻辑，用来生成文本，包括写代码之类的。然后在这个后面的话，VIM 模型，VIM 的话视觉语言模型，视觉语言模型是什么？最早的 GPT-4o，然后 GPT-4 都是视觉模型，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片，然后它就能识别里面的内容，然后用里面这个内容去做对话。那再到后面的话，多模态大模型 MLM，多模态大模型它是可以同时处理文本、图像跟音频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最新的 Grok 也好，最新的 GPT 也好，它其实都是多模态的大模型，就是我们可以跟它直接用语音去对话，语音对话完了之后，它返回语音给我们，甚至我们跟它直接视频对话，然后它视频返回给我们。它中间并不是说先把你的语音做一个文本识别，识别完了之后再去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再去转成文本，文本最后再转成语音，不是这样的，它是直接语音出，或者视频进去，视频出来，所以它是多模态的大模型。然后这种到后面我们也有讲世界模型，世界模型其实就是一个就是通用的模型，它是可以理解物理世界的。然后比如说像自动驾驶这种，那其实它是需要对周围环境的感知，然后它有各种的这个状态，然后通过系统也好，AI 也好，它能够去帮我们执行不同的动作，就是通过动作跟状态去预测后面的状态和后面要执行的动作，然后能够感知周围的环境、周围的这个物理世界，这个大家称之为世界模型。世界模型它也是同样的模型，它是真的是尝试的去模拟人去感知这个世界，去感知通过视觉、通过这个图像、通过声音、通过文本不同的方式去感知周围的世界。这个是后面讲的视觉模型。然后我们稍微看一下 AI 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我们怎么去理解 AI。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非常专业，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那AI 像人一样，AI 通过学习大量的数据来工作，然后就像我们学习数学，我们学习物理，学习化学，AI 会通过学习很多的数据来发现模式，然后训练的话，AI 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来识别跟预测。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识别猫的图像，那怎么识别？从成千上万张的猫的图像片中去学习。啊，这个图我左边列出来了很多的猫，然后右边列出来很多狗。那 AI 怎么去识别这个图是猫还是狗？它拿到一堆的图像去喂给它做训练，怎么训练呢？那首先第一步，把这个图像转成数字，转成数字是怎么转？最简单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用1024乘1024维度的这个一张图，把这个图在屏幕上做一个矩阵，矩阵的大小就是1024乘1024，然后上面的每一个点表示这个图的这个位置的像素值，它从0到256的一个像素值，就是不同的颜色，就红橙黄绿青蓝紫不同的颜色，我们从0到256来表示这个颜色值，然后放在这个每一个点上，就是有1024乘1024个点嘛。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张图数字化，通过一个大的矩阵来把它展示出来，把它通过数字来表达出来。那表达出来之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那这个图像中有哪些特征呢？比如说这个猫是有猫的轮廓的，它有它的纹理的，它的纹理跟狗是不一样的。然后猫的鼻子跟狗的鼻子也是不一样的，它俩的嘴巴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它们的眼睛、它们的尾巴，
它们的皮毛各种都是不一样，那这些就是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怎么识别出来？特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算法，能够把它的轮廓、把它里面的眼啊、把它的嘴巴的位置啊、关键点识别出来。识别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关键点去把它的各种特征也用一个矩阵，也用一个向量去表示。然后这个向量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向量的相似度计算了。那向量的相似度计算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夹角余弦，对吧？我们在中学应该有学过夹角余弦。夹角余弦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简化到二维空间的话，我们直接用夹角余弦去判断两个向量，两个就是二维坐标上的向量，它的相似度是怎么样，它们是不是重叠的？那如果是重叠的，它余弦值是一嘛，非常相近，对吧？就是，然后所以把它的特征提取出来，我们直接去计算它的相似度，我们就能比较它们是不是一个东西。那所以第三个，我们就做特征的归类，去做分类的计算，把它各种特征都找出来。然后这个其实是传统的方法，传统过去在没有这个大模型之前，我们会用这种方法去做，就是人工去提取各种特征。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很多做的工作，做的 AI 工作模型的工作，都是去分析传统的方法，去分析不同的事物它都有哪些典型的特征。比如说猫狗可能是它轮廓纹理、鼻子、眼睛、嘴巴、尾巴这些东西都不一样，那么把它特征找出来，它们的关键点的特征，它的这个脸部，它们的眼睛跟嘴巴跟耳朵的排布的位置跟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很容易就区分出来是动物还是人，对吧？然后最终再去做分类，这个是比较传统的方法。然后不管是传统方法还是现在的方法，那基本上，就是有几个步骤，一个前面有数据，数据分析、数据处理，然后最后拿拿来做训练，训练出来模型做预测。然后传统的方法跟新的方法，跟新的基于 Transformer、新的大模型的方法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传统方法我们会去做数据标注，就是这个猫这个狗来了之后，我们会去标注这个图对应的是猫还是狗，甚至是说我们会去把它的关键点去做一个标注，比如说这个猫的它的眼睛、它的鼻子、它的嘴巴那个关键的点，把它识别出来之后，人工再去做一个校正，或者人工做一个标注，哪个地方是它的眼，哪个地方是它的这个耳朵、它的鼻子，标注出来之后，再拿这个数据去做这个训练。所以传统的里面数据收集之后做标注、做处理、做训练、做预测，然后在 transformer 结构之后大模型之后，那就大家发现有方法，哎，可以不用做标注，可以自动去处理，自动去把这些图片也好，还是文本也好，把它们的这个特征能够找到，然后那种特征我们讲是隐特征、隐藏的特征，就不是那么直观的特征。比如说猫狗，我们提取出来它的轮廓，我们找出它的关键点，然后计算出来它的这个颜色值，或者是说它整个纹理的变化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它是循序渐进变化的，还是会有突变的？那这些特征我们说它是显性的特征嘛？但实际上 transform 之后大模型之后，我们用了很多隐性的特征，隐性的特征就是肉眼我们观察不到的，它是在高维空间里面的。然后出来那些隐性特征之后，再去做后面的训练处理，做推理，做预测。推理跟预测是一件事情，我们专业的里面我们叫推理，然后大家理解我们叫预测。OK，所以像传统的这种方法，我们怎么去识别？第一步，图像过来，我们识别出来它是猫还是狗，然后这个就是数据标注嘛，对吧？标注，然后之后做预处理。预处理前面讲的，我们把它图的这个矩阵，把它每一个点的位置标出来，标出来之后，然后做图像的二质化。二质化就是把之前的那个把彩色的图像变成黑白的图像，就是每一个点原来我们每一个点的值是从0到255嘛，就256个值，对吧？那现在二质化之后就变成零跟一了。屏幕上矩阵上1024乘1024的这个矩阵用来表示这个图，它每一个点都是一个0101的数字，然后这个就变成了传统的黑白的图，灰图，就是这个意思。第一步，我们先把它转成黑图，然后第再进一步处理，把它的轮廓提取出来，然后把它周围环境全部去掉，去掉之后，哎，这个猫我们现在也能够识别出来它是一个猫，但是这个猫比第一张彩色的猫就简单了很多，因为它每一个点只有2个值，一个零跟一，然后最后拿这个0101的这个1024乘1024的矩阵去做计算的话，会方便很多，简便很多，简单很多了。所以这是一个预处理的过程。预处理完了之后，再拿这个预处理的数据，就是
这个只有黑白的，然后1024乘1024的矩阵对应到的是一个猫，或者另外一条数据对应到的是一条狗。完了之后，把大量的数据拿去训练出来模型，最后我们拿这个模型去做预测啊，这个是一个坐标轴 x 轴 y 轴，每一轴都是我们假设它是1024的这个维度了，或者是其他维度你少一点128、256也都是可以的。最早我们做实验做测试的时候，通常都会用256或者是128的这个维度去做实验的，会快很多，简单很多。OK，比如这个例子，那这个二质化处理完了之后，它就是这个里面截图截的不全，它横纵都是1024或者是256或者是128维度的之类的，然后我们拿去做处理、做分析啊，这个是 OK，所以大致是这个过程。数字化表示它的纹理啊、对比度啊、头部的比例啊各种特征，传统的方法会把这些特征都算出来，算出来之后，然后再去做处理。OK，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训练出来的模型是什么呢？模型其实就是函数，然后这个函数它是一个高维的函数，就是说它的它里面的这个它里面是有很多的参数的，有 A B C D E F G 一堆一堆的参数，很多的参数，然后通过对于输入的变量去做不同的这个阶的运算，然后加上不同参数的运算，最后能够去得出来最终的一个值，然后我们认为那这个值最后做转换或者直接使用之后，它就是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你能够得出来这个结果是猫还是狗？OK，所以那我们可以理解神经网络也好，然后包括传统也好，传统的方法、机器学习的方法、深度学习的方法，其实都是一个求函数的过程，求出来一个高阶的高维的函数，去对输入的参数、对输入的矩阵做一个运算，运算之后得出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分类的结果，还是说一段文本，还是说一个图像的呃识别的内容都可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怎么去识别数字0到9？怎么去识别一个数字？它是哪个数字？从大量的数字中去学习，这个会比较直观，会比前面的猫狗更直观一点，因为我们要识别内容比较少，只有1到9，就0到910个数字嘛，对吧？然后数字是什么？我们就直接拿一些手写的数字识别，手写的或者是那种标准的，比如车牌号啊，或者是屏幕上的数字之类的，把它转成图像，图像之后也是黑白化，黑白化之后最简单，我们用16×16的这个像素，就是16×16的矩阵来表示每一个数字，这样的话就简单很多了嘛，16×16，运算量也会小很多，比前面的图像的1024×1024的矩阵会小很多，对吧？所以我们简化之后的话，呃，我们也是训练。训练的话，比如说拿上9万张图像的数字图像的这个灰度图像去做训练。训练的时候，把它每一个数字都表示成一个矩阵，16×16的矩阵，然后还有标注每一个这个输入的这个图，它对应的是哪个数字，是1还是2还是3还是9。然后最后输出的话，就是我们给定一个新的图像来去预测这个图像最后输出的是0还是1还是9。然后这个一个简单的表示，我们把这个数字把它变成一个这个灰度值。大家你可以跟屏幕隔得稍微远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就是右边的这个矩阵啊，这个矩阵里面其实就是0，看到吗？因为那个白色的位置，那些白色的位置跟黑色的位置，黑色的位置它的数字是1嘛，然后那个白色的位置数字是0，所以这个矩阵图我们肉眼隔远一点，我们能看到这个矩阵它其实它就是一个 O，就是一个0嘛，对吧？这是人肉眼能看出来的，只是我们现在用矩阵，用这个黑白用黑白把这个问题简化了。如果你输入是一个彩色的图，比如说我用红色的笔写的这个0，写了一个9，拍照之后我们把它二质化，二质化就是把彩色的数值把它变成01。那如果是黑色的，这里是用1，然后白色的是用0，所以这个矩阵这个图这个表格里面。这个右边的那个矩阵表，如果我们屏幕隔得远一点，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中间是一个0，对吧？因为中间那些位置就是白色的区域，它就是一个0组成的。我们只不过把每一个点都转成像素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矩阵去做处理，去做分析也好，去做预测也好。就是对于这个矩阵来讲，我们肉眼我们是一下子能识别出来它是0的，对吧？就是就像我们平时做这个色盲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去测试那个图里面的数字是什么，类似的方法吧。人眼是能区分出来，然后机器它也能区分出来，因为机器拿这个拿这个特征最后去做比对嘛，对吧？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矩阵图是七嘛，我们能看到那个零的组成，它是一个七的形状，对吧？这个就是它的形状。OK，所以我们怎么去区分零和七？机器跟 AI 怎么去区分零跟七？它把这个拿去做计算，然后不同数字的特征，它们是有特征区别的。零它是一个 O，对吧？然后七的话是先横再竖嘛。然后像865又不一样，八的话上面有一个 O，下面有一个 O，而且是连在一起的。六的话下面有一个 O，然后上面有个尾巴嘛，啊五也是不一样的。这些是我们人的区分的方法，对吧？那机器的话，它其实也能够去自动识别出来这种这些特征。然后机器还有一个方法是能够去做，因为数字是固定的，只有0到9，它可以去做比对，就是我把8转成这个矩阵之后，然后比如说我要去跟另外一个数字做比对，我把两个矩阵去做相似度计算，做最简单的做夹角余弦这样的计算，算出来它的距离之后，看看它的距离是不是接近1。我们给个阈值，比如说你0.9以上，我们认为是同一个数字，然后0.5以下，我认为不是同一个数字，对吧？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些他们都有很多特征，所以对于这个图像识别来说，最后就是求解一个方程。我们输入是一个矩阵，然后最后要预测这个矩阵它输出值是什么？是0、1、2、3、4、5、6、7、8还是9，对吧？OK，那么所以神经网络它怎么工作的？它其实是用感知机。最早的时候，科学家研究，他们发现人的这个人的神经网络里面，我们是有感知机的，在每个神经元里面，每个神经元其实是一个感知机。每一个神经元都比较简单，它就接收一个输入信号，然后输出一个输出信号。输出信号就是它要不要把数据往下去传递，对吧？比较简单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科学家就开始去尝试，去模拟这种神经元，用感知机，用很简单的一个感知机，在这个电子的信号处理里面，就输入一个信号，然后最后输出一个信号，输出有信号或者没有信号，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神经元。完了之后，用一堆的神经元去组成一个神经网络，最后去看，哎，这个神经网络它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有没有用？所以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数学家他们就在研究，他们发现神经网络最后可以看成是一个通用的逼近函数，就是一个隐藏层的神经网络，它可以逼近任意的函数，然后两个隐藏网络，它可以逼近，它可以一层它可以逼近任意的连续的函数，连续的函数就是它不是离散的，比如说 y等于 ax，y等于 ax 平方这种，它都是连续的函数，它在每一个点都有的。那么离散的函数它是不连续的，它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比如说我们像电信号之类的这种，像我们采集到图像之类的，它都不是连续的了。但是像数学里面的我们学的那种函数，它都是连续的函数啊。所以神经元里面它有树突，它有很多的树突，然后它接收很多的输入，然后最后输出它就一个输出，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去构建神经网络的话，从最简单从神经元开始，神经元就是一个感知机。那感知机我们把它表示成一个这个数学的表示，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图，一个节点，这个节点接收了好多个变量，这里有5个变量，x1到x5，然后每一个变量有对应的一个参数跟它做运算，最后把结果加起来，加起来之后有一个输出，就是输出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一个的神经元把它拼起来，拼起来之后组成一个神经网络。OK，所以感知机的话，那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y等于 x 乘以 w，w 是一个参数，然后 x 是一个矩阵嘛，或者是一个向量，然后最后去得出来 y，得出来最后这个感知机输出的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可能是正负，可能是有没有，可能是某一个数字。然后当我们有大量的神经元的时候，那就是有一堆的这个函数 y1、y2、y3，最后把它组拼在一起，是一个大的矩阵。所以最后拿这个矩阵去做运算，我们最后能够去预测现在的这个数字也好，猫狗也好，各种都可以。
所以 AI 的核心是什么？AI 核心是数字化表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用数字来表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用数学的数字来表示，不管是声音、图像、文字、视频，还是这个路况，还是司机的一个动作，我们都能够用数字表示。那能够用数字表示之后，那我们就能够去做很多的识别、很多的判断、很多的分析。所以 AI 的整个训练的过程是为数据集，为数据集跟数据集的这个特征去做一个标注，然后找到一个方程解。那现在我们在 Transformer 结构也好，新的大模型里面，我们虽然没有显示的标注，但其实是有自动的标注了，有用机器去做自动标注，去做这个自动的分析它的隐藏的特征，找到它隐藏特征是什么，然后最后找到一个方程解，使得输入一个图像的特征的数字表达能够预估出这个图像它对应到的标注、对应的结果是什么、对应的分类是什么、对应到的数字是什么数字，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方程求解的过程。好，前面的主要就讲这么多，然后最主要的就像数字识别，简单的数字识别，我们把它转成一个矩阵，矩阵做二质化，二质化之后，这个矩阵你可以做相似的计算，各种计算，就这个是相对简化的理解了。然后后面在 transform 也好，大模型也好，更加复杂。那神经网络有多层的神经网络，然后里面还有 attaching 的结构，就是会复杂很多，但是基础都是神经网络，都是最前面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理解。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梯度下降啊，还有这个反向求导啊之类的，会更加复杂一些。但是所有的基础都是前面的神经网络。好，所以前面的这个逻辑大体讲过了，然后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去提升日常的工作效率。我估计很多朋友，很多你们大家可能有在用，甚至比我会用的更好。辅助，比如 AI 辅助文章创作，像写文章之类就不讲了哈。那 PP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gamma 点 APP。然后文章，如果我们读文章、读论文的时候，包括看视频做总结，你可以用 M Chat 之类的，会非常方便。包括你用这个各种，就是用各种这个大模型，他们的浏览器插件也能够非常方便的去做文章的总结吧。还有论文阅读的工具，有很多好用的工具。我们看一下 Gamma 好了，Gamma 是这个 Gamma APP，它有免费版本，然后订阅是1个月$20，还蛮好用的。我的订阅已经过期了，还是可以用。比如说我新建一个粘贴文本，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我们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你直接粘一个标题，让它自由发挥写出来，然后另外一种用法是把这个你可以导入你的文件的，你可以把 Markdown，我通常会把我提前写好的 Markdown 粘过来的话，它就会把这个 Markdown 的信息，根据你的 Markdown，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日常工作软件中带来的改变，就是整体的这个大体的内容要什么内容，我们事先先拟好嘛，对吧？但这次的 PPT 的内容，我有一部分是用它写的，然后一部分是把之前写的内容合并到一起了。比如说这个简单，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例子。这样的话，我把大纲给出来，甚至我把更细节的内容给出来之后，它会根据我们这个内容去写。然后这里你可以其实有很多选项的，比如说比如说你可以用不同的模型，用这个 Flux，这个年份用 Flux 的 Fast，然后付费版本的 Pro 的效果目前应该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像 Dani 的效果其实不是那么好。然后它有这个，你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要求，然后之类的给到干嘛，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跟你原始输入的这个保证都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原始输入，你要不要求它自己做发挥？如果让它做自动的内容发挥，它会生成更多内容。然后，如果你希望它保留你原始的内容，就是不要做过多的发挥，你直接点保留就好了。我让它生成吧。那我们继续完了啊，这里可以选择卡片数量，免费版本最多就8页了。然后，如果你是自己付费的话，那你可以生成更多的内容，可以生成30几页吧，30几页、50几页都可以。然后继续这里可以选主题，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色调，有不同的色调，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
然后的话生成，那生成完了之后，其实它里面的每一页的内容你都可以去修改，你都去修改，而且可以重新在里面去插入不同的页面内容，生成也很快。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去更改里面的图片，图片我们可以去改提示词也好，改它的这个风格背景也好，都是可以的。那这是 Gamma。然后在 Gamma 之前，我在用 Kimi 的那个 PPT 生成，Kimi 的 PPT 生成相对会简单一点，就是它的图片跟上下文之间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相关度跟灵活度。Gamma 里面它每一张图它是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实时去生成的，实时调用图片生成的模型去生成的，所以就是它帮我把这个布局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图片它做出来 PPT 会比我做出来的会美观很多了。如果我自己做的话，通常都是黑白的、灰白的，就比较非常素，而且排版也很难看，不好看了。那它做出来就会好看很多。所以我最近的 PPT 基本上都是用它写的，最近三五个月都是用 Canva 帮我写的 PPT。写 PPT 之后你再去改，那比如说这上面这个图，哎，我不满意，你可以在上面去修改，修改让它重新生成，你改这个提示词，然后改这个样式，然后甚至你可以选不同的模型，你觉得这个模型不好用，换一个模型都可以了。OK，然后这个内容的话也可以改，内容的话，比如点这个地方使用 AI 编辑，你可以去做各种调整，然后你可以直接输指令让它去改，比如说增加一个，看一下啊，这是文档创建信息处理，增加一个搜索框，增加，我们直接把指令给了他，他帮我们改，让你加上来，对吧？这很快，非常快。然后你也可以帮，就是这里做任何的调整都可以，然后可以插入新的内容，比如添加一张卡片，然后这个卡片现在是白的，白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输指令，让它根据我们的要求去补这个内容就好。OK，所以这是伽马，然后还有一种用法，我这样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BUD 这个这个是 Cloud 他们那家公司的 Build Effective Agent 那篇文章，这个去年底发出来，这蛮也是里面讲的智能体，他们认为智能体应该怎么去构建，然后所以 Cloud 他们有发那个 MCP 的协议嘛，然后现在 MCP 协议也越来越火。比如说我之前有做一次做这个分享，做这个分享我怎么去处理？我直接把这个全部内容复制过来，然后贴给干嘛？我们看一下，你所有内容贴给他好了，对，全部贴出来，全部粘过去，然后写一个 PPT，就这样就好了。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讲要用中文还是英文，无所谓。我就先这样啊，直接把内容贴给他，然后他会自动就处理了。然后当然这个图我之前跑的时候，他图他没有跟我保留，哎，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保留，图没有保留，最后我是把这个中间的图又我手工再更新上去。这我现在只有免费版本，就8张的卡片。继续主题，我随便选个主题啊，生成。然后上次有一次我们内部做这个 review，做这个 OKR 的 review，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写个 PPT，我让伽马帮我写了，当时伽马是 Kimi 我忘了Kimi，我让他帮我写了，然后本来是要花一两天才能写完了，我让他帮我10多分钟就写出来，然后我再改，半小时搞定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在做 OKR review 的，发现其他人他们都手工在写，手工在写的话，基本上都得准备差不多一两天的时间，非常花时间的。所以，哎，这个图它现在比之前有优化了，它把我贴给它的图自动也展示出来。我在2个月之前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图的，它会把图给删掉，它只识别了我输入它的文字，这个就好很多了，比上次我用好很多了。它把这个图直接贴过来了。对，伽马也在演进哦，演进的很快，非常快，这个效果还可以嘛？它的它的这个图都是根据上下文出来的，什么时候用代理，什么时候用这个翻译不准哦，什么时候用 agent，什么时候用这个工作流啊？这块我们待会去讲什么是 MCP，然后什么是智能体，MCP 也只是智能体的一种协议了，它并不代表智能体的所有东西。
OK，我们回过头来gamma，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M chat，我不知道 M chat 大家有没有在用？M chat 就是比如说我这篇文章对吧？这篇文章它比较长嘛，然后我想快速去阅读这篇文章或者一篇论文的时候，你都可以用 M 叉这个一个浏览器插件，点它，点它之后它就直接总结出来，然后里面也是用的大模型跑的。然后这个 M 叉是贾阳金他们做的，贾阳金他们做的一个 side project，就不是他们的核心产品。然后但是这个产品现在用的人非常多，也非常好用。而且它不仅仅是说做总结，它给你把老图画出来，把 mind map 画出来，画出来之后，你还可以在里面跟他对话，跟他做对话，然后总结，你可以，它会根据你自己的浏览器的语言去自动去，会去自动总结你需要的语言的，比如说是英文啊或者其他语言都可以的，它会快速总结出来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内容，然后有哪些观点，然后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去做对话，可以基于可以去看一些相关的问题。蛮好用的。所以它这个不仅仅这个工具不仅仅是说去做总结，做这个文章的总结，它还可以做 YouTube 的内容总结。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视频，这个是个啥视频？这是非洲的大象的一个视频，They're generally prefer to avoid close encounters with nature that could get you. 这是非洲的一个大象的视频，我们也可以让它总结，然后它开始总结，它会把视频的内容做个总结，然后不仅仅是支持 YouTube 的，像其他的B 站啊之类的也是支持的。如果你打开 B 站的视频，然后让它总结，或者其他网站的、其他的那个视频网站，应该也有不少是支持的。它能够直接把视频内容总结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个视频，你不用从头看到尾了，对吧？非常快，而且你可以跟它对话，然后还可以支持不同的语言，任何语言都可以。好，这个是 Emma，所以 Emma 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在用啊？我用了很久，用了差不多大半年了，这个出来也比较早。然后还有几个工具，就是做快速阅读，包括翻译英文的嘛。那因为这个是，比如这个文章是英文的，我看起来会比较慢的，就是英文读起来还是不如中文习惯，所以我会把它做个翻译。翻译的话有很多工具可以用，比如说有个 Relingo 是这个图标，这个是 Relingo，然后 Relingo 装了之后，我设置一下快捷键，比如说我这里按 Ctrl F，按 Ctrl F，它会就地把这个文章翻译掉，看到对吧？然后它这个调用谷歌的翻译，然后你也可以用微软的翻译或者用大模型的翻译。它这个是 M 是完全免费可以用的，然后 Relingo 也是可以免费用的，我用了它免费的插件版本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觉得它的翻译不好，你可以用大模型，可以配置自己的这个模型的 API key 之类，或者用它的付费的版本也都可以了。OK，这个所以它翻译出来会非常方便。对，这是 Relingo。然后除了 Relingo 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工具都可以用。比如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哎，哪去了？我这里还有一个叫沉浸式翻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这个，有在用吗？我把 Relingo 还有一个特点，它能够把里面的关键词，把里面比较这个 Relingo 还有一个特点是它不仅仅是说全文翻译，它还可以帮你只翻译里面的这个，看一下，只翻译中间的这个比较困难的词语了。诶，我的快捷键哪去了？诶，不知道我快捷键为什么不生效了，看一下。就是出来，哎，不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它可以把里面，比如说有些单词对我来说比较复杂的，然后比较难的那些词，它可以自动把那些比较复杂的词语
把它用括号标注出来，翻译出来会比较方便嘛。OK，这个是 Relingo，然后刚刚的这个沉浸式翻译，沉浸式翻译也是类似的。沉浸式翻译的话，把它是有一个，它本来应该是有一个图标的，在这个它也是有个图标，有个图标，然后它能够在这里是这里吧？对对，就这个是它这个是沉浸式翻译。沉浸式翻译的话，你也可以自动把这个内容给你做翻译，完全翻译出来，也是一样的，也是免费的，这个蛮好用的。然后如果我们读论文的话，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读这篇论文，那读论文也有很多工具，比如说你进去之后，读论文的话，沉浸式翻译就这个，它有能够直接读这个论文的 PDF 论文的内容，比较方便。你点一下，它自动给你翻译出来。这个是沉浸式翻译的插件，然后可以做，它在这个里面翻译的时候，看能对话吗？这个不能对话，有其他一些工具能够直接对话。OK，这个是 side by side 的对比，看到。所以我之前造了一个轮子，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工具，结果发现，哎，沉浸式翻译很好用，非常好用，而且它翻译非常快，比我的翻译快很多，对吧？这个蛮好用的嘛，你可以左右直接对比。这是沉浸式翻译，它不仅仅是说能够翻译这个网页，它 PDF 能够帮你翻译，而且 PDF 能够左右对比。左右对比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你要细看原文，对吧？你可能要细看这个翻译的对不对之类的，可以的。然后你也可以只看原文或者只看译文都是可以的。这个沉浸式翻译。然后其他还有一堆工具，还有一堆比如说这个 Chat with Paper，Chat with Paper 也是在里面可以去读各种论文的。Chat with Paper 还有 Chat Paper，那 Chat Paper 这个里面你可以上传，你可以直接找上面这个论文的，找这个找到之后然后进行读。然后这个里面还有功能是可以直接跟他对话的。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工具，我之前也有分享，也有在群里有发出来，就是这些这些工具能够大幅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以前读一篇论文可能要好几天、3、5天才能读完，那现在读一篇论文，你可能只要10分钟、20分钟就读完了，10分钟、20分钟读完了之后，而且你能够掌握里面的80%的内容。那大部分内容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大部分的知识我们并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对吧？就是 AI 能够帮助我们大幅提效，非常非常快的去帮我们提升。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那个 Notebook，谷歌的 Notebook 就这个，谷歌 Notebook 蛮好用的。Notebook 的话，我们上传一个，就是你上传一个 PDF，上传一个文档，上传一本书、电子书什么都可以。然后它帮你生成一个音频的概览，比如说这个是我回到首页去，这是我之前传上来的一些书了，比如说有一本书是 Mindset，这本书可能你们看过，Mindset 的心智模式讲这个成长思维模式了。传上来之后，它生成了这个语音文件，然后还有简报，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就这个文档，就这个 PDF 文档去做对话这个应该之前生成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每次加载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加载完之后，这个音频文件它就生成一个 podcast，生成一个播客的内容。你不管是输入 PDF 也好，还是上传的 Word 文档，或者是其他格式的电子书都可以了。然后它的那个新的版本里面，应该是还可以定制声音，然后你也可以直接跟它去做对话，就是在播客里面你自己做主播了，在它那个 APP 里面应该是可以的。然后 APP 是有付费的版本，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网页版本这个是免费版本。比如这个现在出来，Welcome to your 大家 deep 能听到 dive. 吗？ Today we're diving into the world of mindsets with Carol 可 Estweck's 以，可以的。可以的。the way you think to fulfill your 他把这本书的内容总结 You 成 know, 了 you sent over these really 转成了 thought-provoking 20分钟的这个 excerpts, and 播 I'm 客对话 so 内容，里 ready 面有 to 2 just 个人 like 对话。unearth real gems with you. I think it's so amazing how much our beliefs about our abilities can really like impact our actions and really our trajectory. 然后他转出来这本书的内容我听过好多遍了，就里面的内容就讲出来的还可以的，蛮好的，就是他的播客的内容质量蛮高的，书上的内容的这个核心的内容
整个的还原度也好，还是核心内容的把握也好，都非常好。所以这个是 OK，这个是 Notebook，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工具，稍等，我看讲到哪里了？还有一些 OK，这个是文档创作，还有一些搜索的那个信息内容，我们待会再看吧。哦，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继续啊。所以这个是写 PPT，然后文章、视频的总结，然后论文的阅读，完了之后搜索很重要。我们做信息检索，做数据处理，然后做图表，画流程图，画各种，对吧？大家可能也都在用。那搜索的话，Grok 的搜索非常好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然后 Perplexity 就是传统的那个之前老早就有的 AI 搜索，还有 Kimi 啊、DeepSeek 的都还不错了。Grok 它的特征，它的特点是什么？它能够找到它的信息实时度非常好。它的问题是在于中文的支持，就是中文的一些信息的理解不好了。比如说我让它搜索站桩的视频，最近这个脊椎不太好了，脊椎疼的比较厉害，所以我想练习一下站桩，还有八段锦之类的，对吧？所以我在上面说让他帮我去找站桩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蛮有意思啊。这个沉浸式翻译自动帮我全部翻译了。我找一下这个站桩的视频还有没有站桩的 Grok，这个是 Grok，我们可以直接从叉里面进去，从 Twitter 里面进去，然后你也可以直接从他自己的网站进去。你哪去了？我打开了吗？这是 Grok 自己网站。聊天记录在哪里？聊天记录在这里。然后两边的记录不一样，看起来是啊。举个例子，在这里应该是这个地方，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我的脊椎不太好嘛，所以我说你帮我推荐站桩的视频的链接，然后能访问链接。他啪啦啪啦，他分析了一通之后说你要找的是火车站相关的视频，他把站桩理解成火车站了，就是中文的理解，所以其实是不好的了。但你就是这种词语，它可能，但是其他一些通用性的，比如说技术类的之类，它都理解非常好，即使是输入中文也没有问题。然后信息的实时性，英文的这些都没有问题，非常好了，它的搜索能力非常非常强。然后它的质量我感觉是比 ChatGPT 里面的设计功能更强大的、更好的，因为它的信息，它可以有非常实时的这个 Twitter 上面各种信息。举个例子，我最近我最近好多都在用 Grok 在搜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让他总结 MCP 啊，这个 MCP 他总结的也不好。MCP 的 MCP 还可以，好吧，这个还可以。我让他总结说 MCP server 跟这个是我用的中文嘛，过去1个月的进展跟最新新产品对 MCP 的这个支持，然后现在为止最好用的 MCP server 跟 client 推荐，他分析了一堆的这个 MCP 的这个 directory 的这个网站，然后找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各种工具都给推荐出来，还可以，这个还可以。他分析了很多网页，而且关键是它的速度非常快，它的速度远比它的 Deep Search，它的速度 Grok 的搜索的速度远比 OpenAI 那边要快很多，快非常多。所以这个它的总结的内容，他推荐的 File System、Fetch、GitHub、Skype，确实这些都是用的非常多，也非常好用的那个 MCP server。然后 Client 里面官方的 Desktop，然后 FileZ 这些都非常好用了。Chat MCP 这个没用过。然后就这个内容还可以，质量非常高，所以 Grok 的搜索强烈跟大家推荐，如果你们没有用过的话，我后面准备买它的那个付费它的 API，但它的 API Grok 上还没出来，所以再等等。OK，这个是 Grok，然后其他的几个那个 Storm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Storm 这个有用过，Storm 是一个开源项目，斯坦福开源出来的，也是信息检索做这个3也是信息检索，然后帮你做学术研究，非常强大。去哪一下？OK，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让他，哎，我啥记录都没有吗？奇怪。比如说我之前让他分析这 AI 在教育领域的进展，然后我让他分析清洁能源，我让他分析这个语言模型的介绍，举这个例子好了。
就是你让他分析完了之后，你在里面可以直接跟他对话了。我这里应该有一些对话记录，我看一下，也有吗？这个里面没有对话记录。你可以，这个你给他主题之后，他会从方方面面去把这个整个分析出来。比如这个是关于那个介绍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的历史，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基础，而且中间里面所有引用的内容它都会给出来。那这个跟后面的 Deep Research 其实蛮相似的，但是这个工具是开源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用。Deep Research 的话就成本会相对高一点，我们要订阅 ChatGPT，然后而且每个月只有10次的使用限制。OK，这 Storm 所以其实也蛮好用。然后 Storm 出来很早了，出来差不多应该有1年多的时间了吧。除了 Storm 之外，所以这个也是推荐大家。这个里面它是可以对话的哦，它也是这个嘛，看一下。哦，对对，就这里。我之前跟他聊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些疑问嘛，我有很多疑问，比如说，比如说那个语言模型，它是怎么去处理不同的语言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跟他去对话，然后他会一个个去解答，就比较有意思。OK，然后的话再看一个 GPT Researcher，GPT Researcher 这个也是个开源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有没有用过。然后 GPT Researcher 里面最近他发了一个功能 Deep Research，就是开源的 Deep Research 里面 GPT Research 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我就不演示那个系统了，就是你在里面输一段你要那个 research 的 topic，它能够自动去搜索很多的内容，它接的那个 Tably，看一下 Tably 是一个搜索的那个一个搜索的这个网站，然后 Tably 的 API 它可以帮你去检索。帮你去检索互联网上的信息，然后每个月都有1000次的调用吧，所以如果我们个人用的话，你自己调，你自己搭系统，基本上就够用了，都不用付费，非常好用，非常方便。后面接 Tiny，然后语言模型用 OpenAI 或者是用 Claude 都可以了，我用了 OpenAI 跑，效果还蛮好的。所以这个是 GPT Research，也是你自己开源的，开源自己打 Deep Research。OK，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个是检索类的，然后其他 Perplexity、Kimi 这些我就不演示了。然后数据分析的话，Grok 跟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都非常好用了。Deep Research 我们看一下，Deep Research 早先的时候它是只有那个 Pro 版本才能用到的，但是现在它已经开放到 Plus 的用户，所以我这个是 Plus 的订阅。然后你在这里看到有个 Deep Research，点一下。我这里现在还有6次，我这个月已经用了4次了，所以还剩6次，还可以用6次。就比如说你这里输一个主题，让他调研，让他处理。你最好在输主题的时候跟他讲一下，在前面加一个 deep research，或者 please do a deep research，这样能够去触发他，要不然有时候他不会触发，不会触发的话，那你这个点数他不会给你扣，他直接用 GPT 或者是用其他的用 GPT-4或者其他模型给你回答，就会回复的非常快。所以前面可以加一个限定的，加个 deep research 的标题限定，或者 please do。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之前跑了几个好了，因为这个跑起来很慢哦。这个是比如这个这个是我朋友让我帮他跑的，让我帮他跑的一个投资的分析，深圳的一家半导体公司的这个值不值得投资，所以他说写一篇深圳这家公司的这个分析报告，然后要涉及到这一方面，然后要分析这个竞争对手之类的，完了之后他会先那个 deep research，他会先问你一些问题，然后让你回答这些问题之后，比如说竞争对手你要分析哪些，然后投资你要分析哪些重点内容，然后来源你要看哪些，所以最后给他回复这些内容之后，他就开始跑，跑了之后这实际上不止8分钟，他跑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25个圆，最后跑出来了17页的内容，然后就是各个方面都会做很完整的分析。然后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些我的用法，比方说，
咦，出不来。坏了，我出不来了，挂掉了。哎，不知道什么情况，这个网页打不开了，好像我的网络是不是有点问题？感觉再试一下。出来了。这个是啥？这个应该是 O1，这是跟 O1 对话。哦，这是我跟 O1 对话，用 O1 啊，O1 还有那个 O1 Pro，O1 跟 O1 Pro 都能力非常强，其实。然后就就现在来讲，OpenAI，OpenAI 跟其他的这个 AI 公司 AI 模型比起来，他们现在有两个核心竞争力，其他的模型，其他的 AI 公司是没有的。一个是 O1 Pro，我这里没有 O1 Pro 啊，然后另外一个 Deep Research，就是这两个产品，它的模型，它的能力没有其他任何一家的有达到现在，所以还是他们非常非常深的后天学。然后我上次帮一个朋友跑了一个那个 Deep Research 报告之后，他就之前那个我是找人跑的了，就是之前需要$200的 Pro 账号才有 Deep Research 功能的时候，我帮了朋友跑了一个嘛，给他之后帮他解决了问题，完了之后，他一下找我800块钱，他说这个报告对我帮助非常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朋友他妈妈生病了是那个肾脏的疾病，就还比较严重。然后我让他把他的诊断报告给我，大致的这个症状的情况给我，我让 Deep Research 跑了一个报告，然后给到他。那个朋友他自己学医的，在医院里，他说这个报告给他们推荐了一款药，然后这款药是最近这2年才出来的，而且是1月份才进入到中国的。那个研究报告说建议他们用这个药，然后刚好医生给他们开的也是这个药，就是刚刚进来，而且刚这2年的新药，他都能够推荐出来，而且很针对性的推荐出来，就是在医学上面的分析是非常好的。我自己看了一些关于股票、关于金融的分析报告也非常好，质量蛮高的。就 AI 用在哪里，价值最大？其实一个地方是用在金融上，对吧？用在投资，用在这个选股上。OK，所以这是关于 GPT、关于 OpenAI 他们的这个那个核心的竞争力、核心的价值上。我还是点一下之前的，我看能不能打开。这个是这个是我直接问的那个 O1 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O1它的推理能力，这个是我的用法。我跟他说，你做一个这个工作的规划，为这个 AI 技术团队、AI 工程团队做一个工作规划，然后规划他们这个 AI 工程团队怎么样能够，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你怎么样能够最大化的去帮助视觉模型的 AI 的视觉模型的团队去做训练和帮助这个算法团队工作。然后要分析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哪些问题。然后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是，我说你要非常详尽、非常这个 detail 的这个解释信息给出来，这样最后他输出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 Deep Research 也是，如果 Deep Research 你带了这几个关键词的话，它会给你非常非常长的内容。我原先的时候跑，基本上它的一次输出到20页左右的 Word 文档，就保存在 Word 之后，然后我加了这个词之后，发现它能够输出来40页的文档，然后跑了20分钟。之前一般一次 Deep Research 10分钟嘛，我加了这几个词之后，它能够跑20分钟再跑出来，然后最后跑出来40页的文档。所以OK，所以这个是我跟他的这个对话。因为为什么我跟他这样对话？我自己在做这个 AI 工程这块，我想把这块价值最大化，我希望了解业界其他公司、其他人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在让他帮我做这个问题的解答。他帮我解答之后，他会说，哎，从哪些方面去分析，哪些方面去开展，要解决哪些问题，要搭建哪些系统。完了之后，我最后我有进一步去问他，最后他还有把它做分解了。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你要做什么事情？我看一下，在另外的对话。
我最后我有继续去问他了，这个不是 for me 啊，应该我用的是，对，我找一下，我最后有追问他了，我就里面的某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他有提到说数据处理，我去追问他数据处理你最后要怎么去做，然后他说要去搭这个训练系统的状态跟踪、状态分析、数据分析，然后包括模型参数的自动优化，参数的就是参数训练调优的自动优化这些事情，我再去细问他怎么去做，然后他会继续回答。所以这个是我用 O1 包括 O1 Pro 的这个用法。O1 Pro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在用那个$200的账号？$200的账号，如果你经常需要 deep research，还是蛮值的。包括 O1 Pro 的功能，O1 Pro 的能力也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模型的能力有达到的。但$200一个月确实也比较高，所以我用了一个这个产品，这个网站比较有意思。就是如果你们不想要订阅，就是如果大家不想要订阅$200一个月的 ChatGPT Plus 账号的话，你们可以去找。哎呀，好吧，登不上去了。我这个账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登不上去了。我把之前的一些报告拿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之前跑的一些报告。这个看一下，这个是 Deep Research 的，好吧？这个 Deep Research 的时候，我跟 OpenAI 对话，我说 Deep Research，你帮我做一个这个，就是 AI 工程团队怎么去最大化工程团队的价值，然后怎么帮助到算法团队。他啪啦啪啦写了一堆了，他最后出来了，他这个是出来了18页的内容，一大堆，非常详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还有就是这个，我想让他跟我介绍一下，给我一个 AI 怎么去从零开始学 AI 的一个指导，所以我把这个提示给了他，就是我们要学习新知识、新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对话嘛。我这个应该是用的 O1 Pro 对话的，O1 Pro 我跟他说，理工科的背景，然后这个熟悉一些工程，平时日常系统的开发，然后完了之后要去学习大模型的话，深入理解大模型的话。怎么去掌握，怎么去学习，然后他会给给出来很多的这个建议。一开始整体学习的方法，然后核心的知识跟技能，数学的基础，然后语言模型 Transformer、AIM 调优开源的这个框架工具，然后视频模型，我也问到他视频模型怎么去学习嘛，他最后做各种前面有个大致的，然后后面分析每一周你怎么去学，要学哪些东西，非常具体，而且语言也不是问题，就是中文的内容，就这些内容比较通用，他出的非常好。然后在这个之后，我后面又接着问他，我说建议从哪些模型数据集开始进行模型训练的实践跟练习，来掌握 AIM 视觉模型的核心训练方法，核心要掌握哪些能力，请给我具体建议。然后最后他又啪啪啦来了一大堆啊，这些信息都还是蛮准确的，非常准确，而且也非常有针对性，可以去这个其实就是个性化学习嘛。根据我的个性化的情况，我数学学的不好，然后我也不是读计算机的，我也没有学过这个 AI 的算法，所以那我怎么去学习这些东西？我就这样去问他。我自己本身学化学的，所以其实有一些基础是没有，但基本上你工作这么多年，很多东西该补的都补过了。所以 OK，这个文章非常长，这个中间就是我有好多次对话了，有好多次对话，所以 OK，这个就这样。然后的话，这个是 deep research 的报告，deep research。OK，我们回过头来，OpenAI 的 deep research，还有那个开源的，刚刚有讲过，那 GPT research 也好，Storm 也好，效果也很好了。然后图表数据处理，这个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看 Claude 的例子。最近很多朋友都问我说那个 Manus 怎么样，然后也有人问我说，今天早上之前同事问我说，千问的那个模型为什么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一下子又跑到开源的最前面又登顶了？问我怎么回事？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评测了，千问那个模型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对，我等下自己跑一下，
我得要自己跑一下，我才能够知道那些模型的能力真的怎么样。你外面的就那些报告现在可靠度都比较低了，都不太敢信，报告太多了。然后每个人都说自己世界第一，所以其实还是在哪里找不到了？今天几号？9号、6号。哦，好像不在这里。这个是 Anthropic 的那个控制台每一次调用都是消耗 API 的，消耗你的 API 的那个费用、那个钱、那个 token。然后Claude 点 AI 它的官方的网页的话，这个是不消耗的，就是不会另外扣你 API 的费用，但是需要订阅的，或者是用它的那个 free 的账号。这里我们看一个例子，还能找到吗？诶，我好像找不到了，好奇怪哦。哦，找到了，在这里，对，就是我给他的输入是一个，我给他的两个输入啊，就是我让他做一个什么事情，我需要把这是一个 HTML，然后这个是干什么事？就是我自己做了这个大家能看到啊，我自己做了不同语言模型的能力的编码能力的评测嘛，比如说 DeepSeek R1的，比如说还有这个 DeepSeek V3的，然后千问的，然后这个是它输出的结果。这是一个那个开源项目，它里面有100多个 case 用来评估各种不同语言模型的编码能力的，然后你自己可以在上面去加你自己的评估的测试集，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一直有在用它的这个数据集跟它的这个方法来评估不同语言模型的编码能力。这个是这个人，这个是那个这个作者尼古拉斯他自己做了一个评测了，他评测了他评测了包括 DeepSeek 跟几个主要的模型他们的编码能力，但是实际上各种开源模型能力，包括千问啊，包括那个 Kimi 啊、GM、智谱之类的，我们也都非常关注的嘛，所以我们自己也在跑，然后我就跑了各种开源模型的，包括国内中国模型的能力，然后完了之后，我想把这个结果做一个合并，对吧？做个合并怎么去处理？我输入是这样的，这个是我评测的结果，然后我评测结果我是直接给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大家看到对吧？我给了一个截图，我说请你把这个截图的内容跟跟这个页面的内容我说的是两个截图，好吧？我直接给他截图的，我还没有给 HTML，给 HTML 也是可以的，或者你给 Markdown 也是可以的。我说你把这两个图的内容做个合并，这个图左边这个图这个大图，这个是这个作者自己做的评测嘛？他评测了这个主流模型它的这个编码能力是怎么样？这里是通过率哦，就是有100多个 test case，然后这个百分比是这些编码模型在这些 test case 上的通过率，我们能看到 DeepSeek R1跟 O3是最高的，O3 mini 应该是 O3 mini high，我估计，要不然达不到这么高了。O3 mini 那个还有那个 Node 嘛，Node 应该会排的比较靠后面。然后所以千问最新的模型我也做了一个测试，排的也还是非常靠前的。比如这个里面是千问32B 的，它的通过率是五十三就是说它比53%，就是说比 GPT-4o 的能力要强，然后仅次于 Claude，所以千问的，而且这个是开源模型，然后千问三十二 B 开源模型的话，你可以在 RTX 4090或者是5090上跑起来，然后在 Mac M4的笔记本上也可以很轻松的跑起来，甚至是在 CPU 的机器上也能跑起来，就速度会慢一点吧。RTX 上可用是速度是非常快的，然后在 Mac 上也还可以速度，所以我让他把这两个表格合并到一起嘛，合并到一起我输入是图，它能够自动识别出来，然后完了之后生成这个最终的表，在哪里我看一下，在这里，
好吧？它这里是直接它给我生成的是，它是生成 HTML，生成 HTML 之后，因为它有一些地方识别的不准，它用了横杠，所以我又另外起了一个 session，我让它把这个内容把这个横杠给替换掉，替换成一，我检查这些内容都其实就是一了，就是都是通过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这个上面的图有一个 case 不通过是红的，然后因为那个截图的内容不全嘛，其实100多个底下还有很多内容，就是这个问题，底下很多对吧？很多，我没有把底下贴出来，这些红色都是不通过的，或者是蓝色，或者是这种黄色部分通过，部分不通过的，绿色是全通过的。然后这里有一个比例，所以让它出来之后，这个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你可以把它复制下来，可以下载下来去改，对吧？然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千问的排名排在第几，它仅次于 Claude 3.5，然后在 GPT-4o 的前面，就是我们现在在本地跑的大模型编码能力超过了 GPT-4o，已经非常非常强了。所以这样的好处，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我们自己的机器上、PC 机上去做各种探索、做各种研究、各种实验，对吧？有朋友问我很牛，而且它跟 DeepSeek 的 RE 能力虽然是有距离，但是千问的那个三叉臂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单机可以跑，在你 PC 机上可以跑，对吧？所以确实非常牛。OK，这个是数据处理，还有一些典型的处理场景，比如说我贴给他 Markdown，或者我们直接贴给他网页的内容，你用任何的语言模型都可以了，让他给你出表格之类的都很方便。我们再往下稍可以。还有那个生成专业的流程图，专业流程图，比如说我做这个画一个序列图，画一个项目的架构图之类的，用 Claude 或者是用一些集成的 Moame 的插件的工具都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比如这个里面，这是我整的一个工具了，你在这个里面可以去用各种模型都可以用 GPT-4、GPT-4啊，或者是 Claude 都可以，在里面举个例子啊，我找个例子出来，找一个例子。找个例子，比如说拼多多的拼团的产品流程，这个产品流程比较复杂嘛，然后你可以直接一句话让它出图也可以，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详细设计，你让它出图也是可以。拼多多拼团的，你提示的时候直接提示让它出这个默妹的格式流程图，它就直接把图画出来。这个在 Claude 里面是支持的，然后在很多的套壳的 AI 工具里面也支持，比如说这是我自己整的一个，大家可以用。当然，你们大家可以直接用 Claude，也不需要用这些工具了。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就相当于是 Claude 里面的那个 Canvas，它的画布，它画出来摸妹的格式之后，同时它用调用插件把它展示出来。哦，这样这个流程出来对吧？开始查看详情，然后拼团，然后最后怎么样？你可以让他说，请把请调整样式，让流程图更加美观。你可以让他调整一下，他会给你调整的。然后你也可以让他把竖的变成横的，这个都可以。你看一下哦，它会加样式嘛？因为 Moai 本身还有其他的一些绘图的工具，他们本身也是支持这种语法的，对吧？这个变了嘛，是吧？颜色变会更好看一点。我再说，请帮我把流程图从竖的变成横的。我在用一个语音输入法，大家有注意到吗？我在用语音输入法的，我直接按住那个我在 Mac 上按住 function 键，然后直接语音输入，它就能够把我语音输入的内容识别出来，然后粘贴出来。这个工具叫 Whisper Flow，粘贴出来，对吧？这个我不是手工敲的，我直接手工输的，我直接语音输的。然后那个这个工具，Whisper，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用？我最近那个手腕好像是腕管综合症，那个手腕很疼，就是鼠标手疼的厉害，所以我用语音输入法来帮我输入，因为手工敲太慢了，就这个 Facebook Flow。然后，但是这个问题是，它会把你的语音发到云端，所以我不希望用这种工具，然后我自己写了一个，也不是完全自己写的，我找一个开源的叫做 Whisper Flow，然后 Whisper Flow 这个Whisper Input，Whisper Input 呢，它是用云端的模型去做翻译的，然后你可以配置用那个硅基流动，或者是用各家的那个识别模型，用 OpenAI 都可以。然后我把它改了一把，改了在这里，改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本地的模型，
本地的模型，你用 Whisper 也可以，然后用那个 Sense Voice 也可以，效果都非常好了。Sense Voice 的中英文的识别的效果比 Whisper 其实好很多，就是阿里开源的那个语音识别的模型，效果非常好，而且速度也很快。这个模型相对比较小，Whisper 模型比较大一点，Whisper 稍微小一点的模型对于多语言的支持会差很多了，比如它的那种 Turbo 的 V3 Turbo 版本之类的，对中文的支持其实不好了，非常不好。那个甚至 Voice 很好，所以这个如果你把它下下来之后，你直接 Python 安装一下，默认就是用本地模型的。然后你如果不用本地模型，你用 Grok 或者是用其他的那个，或者是用 Facebook 这类都是可以的了，就比较方便。它是在终端里跑，终端里跑了之后，它的效果、它的体验跟那个 Facebook Flow 是一样的。哎，我可以演示一下，好像时间不太够了，算了，我不演示了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哦。这个我不演示，可以自己当下来自己玩。OK，刚刚那个图出来了嘛？我刚刚说了一句，我说你把这个流程图啊，好吧，语音我讲的不准，从竖的变成横的，发音不准，它没语音识别的不准，但是最后语言模型还是能理解的，对吧？这个 OK，这个变成横的，而且还是彩色，这个图看起来还可以，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这种图，现在基本上都是 AI 生成出来，效率非常高嘛，而且我们可以让它美化一下，美观一点。然后那种序列图啊之类都可以的，这个是一个流程图嘛，我们的序列图或组织架构图啊，然后类图啊，然后那个 C4 的图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组件图啊、分层图都可以，很方便。然后的话，Cloud 也可以，Cloud 里面也可以干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怎么制作名片，怎么样去制作那个交互式的教学的课程、教学的习题试卷。我们举个例子，我用 Cursor 来跑吧，我先建一个空项目，用 Cursor Windows 效果都类似了。我先用 Cursor，比方说，我找一个提示词哦，我找一个之前提示词。等一下，这里应该有。比如说，比如我直接跟他说，我说你使用 HTML，然后设计一个，然后这种用法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使用 HTML，然后设计一个教学大纲和详细的教学内容，然后跟他讲说你是一个3年级的数学老师，面向小学3年级的同学去讲解四边形、平行四边形，直接跑就好了。它会给创建出来 HTML 的文档，然后最近的那个 Manus，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关注啊，Manus 其实也是它里面内置的这种功能，它可以帮你创建有互动的 HTML 页面，然后生成的这个教学的内容，比如说让它去讲解 Transformer 结构，讲解大语言模型，然后生成交互的网站，你可以在上面点击的，然后甚至是去生成这个热力学定律或者是牛顿第二定律、第几定律的这个讲解的有交互的可以点击的可视化的内容都可以，然后上面还有运动的那种。跟这个做法其实都是类似的，直接让大语言模型生成 HTML，然后 HTML 内容里面有这个交互的内容，有动画，用 JavaScript、用 CSS 各种技术都是可以的，然后自动去处理就好。所以这个也是类似的。然后这里还有很多用法，比如说我看到有朋友他们用他们用 Cursor 用 Windows Server 来设计海报，设计海报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这有点慢哦。
这个有点慢，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网络的原因。我们看一下我之前跑的，看一下我之前跑的内容，比如说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哦，出来了。那个，科是好像最近用的人太多了，所以它经常会很卡，非常卡。我昨天跑经常卡的要死，今天看来也是这样。它正在生成嘛，在生成 HTML，然后accept 一下，内容在这里，它跑出来这个内容，然后我用浏览器打开好了。这个是它刚生成平行四边形的性质跟应用，然后认识平行四边形特点什么，对吧？然后最后是这个确实是都是平行四边形，对吧？有一些生成的不好，交通标志这里。然后，喂，有人在说话吗？对，所以这个过程，这个效果还可以，而且它的颜色都还不错。然后，如果老师用于教学的话，就你这样去处理就好了。像我看有人其实用它来设计名片，设计自己的名片，直接用 Cursor 用 Windows Serve 这种用法来做也是可以的。然后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来去设计海报。然后我科着我估计可能很多人也在用，它有那个现在有 agent 有 ask 有 edit，ask 它不会改你的代码，然后 edit 的话你需要手工去 apply 去接受它的调整，agent 它能够自动帮你把一个完整的项目实现出来。然后我让他写一个那个海报，设计一份海报，然后为分享，不是这我让他设计一个海报。哦，忘了说让他用 HTML，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用 HTML，他可能会，可能不会。他直接用 HTML 了。你可以跟他讲用 HTML，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用法是让他直接设计图，让那个你可以在 Cursor 或者 Claude 里面让他帮你设计 logo，比如我昨天让他帮我设计了一个 logo，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他可以设计 SVG 格式的 logo，你看一下 logo，这个是我让他设计出来的 logo，这个产品叫做 AI Compass，我还没发布，叫 AI Compass，所以我让他帮我设计一个简单的 logo，这是 SVG 的图啊，我把它转成了 PNG 啊，这个 PNG 的比较丑，对，Space 这个这个 SVG 的图他帮我生成出来，哦，然后浏览器打开，这个图还可以哈、哦，还可以，就是就 Windows 其实有很多各种不对，哎，这个是 Windows Server，那 Windows Server 也科 u 呀，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就是各种不同的奇怪的用法。然后他现在在 AI 时代的工作和学习方式，你可以让他把海报做成卡片，做成那种横的、竖的什么的，多大尺寸的都可以，你自己要求就好。它跑出来，在这里有 CS 有样式，Code 里面确实比较慢，可能真的是用的人太多了。哦，他还生成一个 README，搞笑了。你们看一下。哦哦，天呐！跑出来啊，readme 就不管了，它还有一个 preview 文件，它这个帮我生成一个海报哦，这海报看着还可以哦，看着还可以，比较简单的，我们也没有提过多的要求，你可以让他改你的提示，然后去生成名片的设计之类也是类似的用法了，大家会用各种不同的奇奇怪怪的用法，用来出习题啊，出试卷啊，出这个甚至可以动的动画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 OK，
哎，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最近大家有看到他们用那个用 Claude 去生成效果非常好的那个，就是那个物流的那个可视化，在地球上的物流的可视化的这个那个效果，大家有看到？就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让它 Claude 里面创建一个包含 CSS、JavaScript 的单一的 HTML 文件，然后生成动画的天气卡片。这个卡片可以展示不同的天气，风啊、雨啊、雪啊、晴天啊之类的，看到就一句话，它这个其实就是 HTML 嘛，HTML 加动画加 JS 加 CSS，然后我们可以 preview，然后你可以开一个新窗口，哎，可以可以 publish 之后，这里可以看到，就可以在一个独立的页面中去看它最后生成的结果，这效果还可以，对吧？那生成代码也是类似，生成完整应用嘛，其实也这个类似，它这个就只是一个单一的 HTML。那如果我们生成完整的应用，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应用。OK，所以这个到这里，然后批改作业的，我们批改作业的那个生成试卷批改作业之类都类似，都差不多的。教学内容生成、名片生成，然后的话，我们再看智能体。智能体的话，最近这个比较火的智能体哦，然后 AI 对于整个我们社会的影响，人的影响，就真的有大的影响。我认为是在差不多6、7个月之前，6、7个月 Claude 3.5出来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模型的推理能力其实是上来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写代码的人，开发人员，大家可能也都大家都在用 Claude，都切到了 Claude 上，就是我们都很少再用 GPT 了，直接用 Claude 来写代码。从那之后，智能体慢慢的，agent 的能力慢慢上来之后，后面 agent 对我们整个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然后 AI 真的会改变各个行业，改变不同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那智能体，这个是构建有效的智能体里面画出来的老图，然后这个老图是用前面讲的 Elm chart 画出来的。我直接打开那个 Anthropic 那个页面，就是构建有效智能体那个网页，我让它直接用 M Chat 点击，它就出来右边的这个老图。然后这个里面讲到什么时候用智能体，然后智能体有哪些模式，然后智能体的设计原则怎么去设计。那它的模式有增强的 LM，增强的 LM 比较简单，就是集成的检索工具跟记忆力，就跟我们之前讲的 function call 类似的 function call，然后里面再加一个那个检索，加一个 rig，加个 rug，对吧？这个就是增强的 AIM，我们可以这么去用智能体。然后提示链就是说我在这个智能体的这个处理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 AIM 的调用，一系列的这个请求，去把它整个链起来，每一个步骤的输出都作为下一个步骤的输入，这是提示链。然后路由就是一个请求来了之后，我先用一个小模型去做路由去决策说，我这一次工作我是要去做，是去判断一下，我是要去做网页的检索，还是要去做代码的编辑，还是要去这个生成代码，这是不同的工作嘛。然后不同的工作就调用不同的模型去跑。比如说，如果我是要去编辑本地的代码的话，那可能用一个编辑代码的小模型去跑。然后如果我要去生成代码的话，我直接调用 Claude 3.5、3.7，这个就是 Cursor 里面的工作模式了，对吧？或者如果是说要去识别一张图片的话，那就去调用图像理解的那个模型，这个是路由模式，构建智能体的路由模式。然后并行化模式就是我智能体 LM 去分析一个任务，把它分析成8个步骤、9个步骤之后，里面有一些步骤是能够并行的，比如说有5个、6个步骤能并行的，那它就同时开启线程，同时去并行执行这些任务，异步执行，执行完了之后再把这个结果聚合起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用 Devin 或者是用 Manus 我不知道 Manus 是并行的还是串行，它其实是可以并行做一些事情的。就并行，比如说我有一个任务在检索信息，我有一个任务已经在生成代码，然后有的任务可能在网上求助我某一个 bug 怎么修复之类的，或者去搜索谷歌之类的，对吧？这并行任务。然后编排工作，
就一个这个编排工作者，这个就用的会非常多了。就有一个 LM 中心的去整个先做一个任务的分解分析，把任务拆解成多个步骤，拆成多个步骤之后，然后每个步骤去丢给不同的工作者去跑，丢给不同的工具去跑。比如说，如果是 MCP 的话，你丢给不同的 MCP server 去跑，跑完之后，最后把这个结果做一个合并。然后评估优化器，评估优化器就是由一个模型来生成结果，然后最后由另外一个模型去提供反馈，提供反馈去优化这个智能体，优化这个工作的过程，优化这个流程。OK，所以这个是智能体的那个不同的工作模式。然后我们稍微看一下智能体跟工作流有什么区别，什么不一样啊？然后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非专业的人，就是业余的朋友，他们会问，哎说，哎 M 跟 agent 什么关系，什么区别？M 跟 agent 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是一个东西。M 是它底层基础嘛，对吧？它是用来它可以理解文本，可以去做推理、做思维。然后那 agent 是它能够自动执行不同的工具。然后能够帮助人去自动做事情的。然后工作流是什么？工作流是事先设计好的执行流程，所有的 AI 工作流都是工作流，都是预先定义好的流程。它就如同一生产线，把这个不同的组件拼到一起去执行流程。然后 AI 工作流它也是工作流了，然后它跟智能体的区别是，智能体它的流程是动态的，然后智能体它会自己自动去规划这个流程，然后它对环境是有感知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它里面调用到生成图像或者生成视频的步骤，如果出错的话，它可以重新再去尝试，或者重新去调用其他的服务再去生成图像、生成视频，或者是说它在执行一个图像处理、一个视频处理的命令的时候出错的话，它会重新再去生成这个命令，重新再跑。这个是它能够动态执行，而且能够感知到这个执行的结果，对这个环境有感知。它感知到这个环境之后，它就能够动态的调整它的流程。而不是工作流，它是固定，它是死的。所以这个是，呃智能助手 agent 的智能助理、智能体跟工作流之间的区别。工作流是固定的，然后智能体它是动态的流程，它自己会规划任务，它会自己自主执行，它也会感知环境。然后这个是大致的一个流程。我们人给出来需求之后，然后智能体它会去做规划、做分析，然后去调用不同的动作，调用不同的动作之后有反馈、有结果输出，有结果输出之后，这个结果，这个所有的日志这些内容就是一个环境、一个上下文。智能体对于这个上下文这个环境是有感知的，它会把这个环境、这个上下文输出的结果状态，重新再丢给语言模型、丢给大模型，让大模型再去理解这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比如说我让 cursor 写代码，它最后执行的时候出错，它能够自动去修复中间的错误，然后自动去把这个正确的代码写出来，这个也是智能体。然后我们看几个智能体的例子好。Windows Server 跟 Cursor 里面其实都可以，Cursor 里面我还没配哦，Cursor 里面我直接点那个 command 那个逗号，你可以点右上角，点右上角把它配置打开，然后配置里面有一个 features 里面有一个 features 还是进入了，这个里面有一个 MCP，在这里，好吧，它把它独立出来啊，之前是在上面的，它现在把 MCP 独立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添加 MCP，然后的话，比如说你要加一个什么，你要加一个本地的图像生成的服务啊，或者是本地的那个就本地的 MCP 时候可以加上来，然后如果是远程的，用 SSE 协议的也可以加上来，把111贴上来，然后它可以跑。这个我还没配。我们看几个例子，看我之前录屏的几个例子。我找一下那个。我们看看两段视频，其实一个现场演示。啊，这个是 Cloud，Cloud 我跟他说，你帮我把我的下载目录，做一个整理，然后把不同的文件按照类别去做个归类，比如说把视频放到视频目录，然后论文放到论文目录，杂志放到杂志目录，然后其他的
不是这些类别的，就还是放到下载目录里面去，然后最后它就会执行。我们看一下 Cloud 里面怎么配置的。就是这个 Cloud Desktop APP，Cloud Desktop APP 是官方的 APP 嘛？官方 APP，然后这个里面对 MCP 的支持比较好。你在，我直接把它的那个设置调出来，设置调出来之后，在 Develop 里面，Develop 它好像先要开启 Develop 模式，我已经开启过了。然后 Develop 里面，你这里可以 edit config，比如说我把那个 File System WCGW GitHub OSS 的，我把它那个放上来了。就比如说你可以点这个配置哦，点这个配置，然后这个是它的配置文件，配置文件你们可以自己去改了，直接去修改里面的内容啊。这个是 File System。然后这个是 GitHub，然后这个是 WCGW，WCGW 这个可以帮你执行命令，执行这个 share 命令，然后可以帮你访问本地的文件系统，然后底下我配了一个 OSS 收，就是可以去配置，可以去访问 OSS 上的内容，然后我这里 GitHub 的那个 token 有配，所以其实你通过这样的配置可以去直接访问你 GitHub 的项目，去修改内容、上传代码什么的都可以了。然后创建这个各种资源都行。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哎，大家能看到吗？这个视频是没有声音的。我让他帮我整理我的下载目录的文件嘛，那下载目录比较乱啊，里面各种东西都有，然后时间一长就很多，所以我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杂志放到杂志里面，然后论文放论文里，视频文件嘛放到视频文件里，他就开始一个个跑了，最后跑了很久，跑了很久，因为他每一个文件啊，我有跑好多次，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一开始的时候我让他跑，我里面可能有几百个文件，他跑了很久跑完，这个跑了差不多1分钟将近，最后跑出来是这样的，他把视频放到视频目录，然后论文放到论文里，然后杂志放到杂志里，对吧？然后还有一次跑的时候，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跑的时候，有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我目录里面的文件非常多，然后 Cloud 问我说你这个文件非常多，你要不要我给你写个代码帮你去做处理？我说好吧，你帮我写个代码吧。然后他就帮我写了代码，他帮我写了代码，他写了 Python 的代码，然后就代码里面就自动把所有点 MP4 的文件，所有视频的文件结尾的那个文件名结尾的视频文件直接移到了视频目录，然后就这样就效率就高很多了嘛。啊，文本文件 TXT 啊，JSON 文件 JSON 结尾的那些文件直接移到了这个文本文件的目录，还有图片也是他这样就处理，他就没有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处理。这个就是跟工作流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工作流我们处理的时候，你流程是固定的，但是智能体不一样，智能体它会在跑的过程中，它会去反思，它发现哇，你这个文件夹有上千个文件、上万个文件，我这样跑起来，我可能要跑个几十分钟、几个小时才能跑完，会消耗大量的 token。他会知道这个事情，他问你说我要不要写段代码帮你跑？我说好的，你写段代码吧。然后他就写段代码，最后真的能 work。哎呀，这个视频再看一下。这个是 OK，这个跟刚才那个也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让他干两个事情，我说你帮我把这个文件读出来，然后总结文件里面的内容。但是他不识别，他一开始都并不识别说我这个文件是一个相对路径。我说你先转成完整的路径，我这个是相对路径。然后他就调用命令行来转，调用那个 WCGW 的插件来转，这个看到。然后完了之后，他调用那个 PDF 的，他就装 PDF 识别的工具，用 Brew 去安装，安装完了之后，然后他再去提取 PDF to text 来提取里面的内容，提取完了之后再去总结。他还问我说你要选择哪种方式？你是直接把 PDF 内容粘贴过来，还是说让它自动来处理？我说你自动来处理好了。我说系统里面已经有 PDF to text，你直接用，然后他就跑了。他就先找一下 PDF to text 在哪里，完了之后把内容识别出来。啊，这个不细看，我往下拖哦。那后面是他开始总结，总结出来这个论文干了什么事情？这个论文是谷歌的一篇论文，讲那个 Gemini 的论文。OK，再往下好。然后后面我还让他干了一个事情，我让他帮我处理一个视频文件。我说啊，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让他帮我处理视频文件，帮我把这个视频文件的这个倍数，把播放速度变慢，变成之前的0.8倍数，因为之前那个视频是英文视频嘛，英文视频是放起来放慢一点更容易听得懂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学英语，所以我让他帮我把这个视频的倍数转掉，转掉的话，他处理的他会先生成一个 FFmpeg 命令，就是用来处理视频的命令。这个因为上下文长度太长了，然后我这个长度太长不够了，所以我新起了一个，然后他开始跑，他先去找到文件，找到文件生成命令。他这里有个提示啊，有个提示，允不允许他去执行命令，允不允许他去访问文件系统？我说允许他，然后他就开始跑了。这个 WCGW 就是那个可以执行线命令、可以访问文件系统的 MCP server。哦，这个不细看了，我们再往下，它是视频，它就是它出来 FFmpeg 命令之后，它就直接调用了，调用完了之后就输出来了，输出的结果也是对的。你可以让它做各种视频处理都可以，这个是输出的结果。OK，好，这个是 MCP 的演示。我们回过头来，深度研究的工具，哎，这个之前讲过了哦，这个之前讲过，我们就不再讲了，就是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然后 GPT Researcher，然后还有 Storm 几个工具都还不用，都还不错。然后 OpenAI 的现在目前就是它的分析能力是最强的。然后那速度快的话，Grok 的速度，Grok 那个叫 Deep Search 了，Deep Search 跟 Research 效果还不一样，Search 它更多的它是一个检索，然后把信息汇总到一起。Research 的话，它里面更多有研究的能力，它可以把我理解它应该是可以有更多 AI 自己的理解的。比如说我之前看个例子，比如我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个 Deep Search 报告，我问他说 AI agent 的未来的这个未来会是什么形态？然后我问他说未来编程语言会是什么形态？看一下，我问他说未来编程语言会不会 AI 自己去设计编程语言？然后 AI 会不会取代人啊之类的？然后人未来的工作要做哪些事情？我再往下啊，编程语言，我说编程语言后面还需不需要编程语言？然后他就给了一堆啪啪的回复，就是这个里面可能很多东西是他他分析了很多人的这个视频也好，文章也好，完了之后他自己做了一些理解跟总结，而不仅仅是说简单的搜索了，他会自己做推理，他会做一些推理，就是他能够找出一些在现有的互联网上现有的库里是没有的信息，他能够找出来。所以这个是 research 跟 search 不一样的地方。不管是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也好，是 Grok 的 Deep Search 啊都蛮好用的。就 Grok 的信息很全，很及时，速度也快。然后，所以这个报告其实也蛮非常非常非常好玩。好，然后 AI 时代的工作跟学习方式，工作学习，那前面其实我有讲过了，我有分享那个我是怎么去用的。我在我在那个我在用 O1 Pro 的时候，就是这个。我问他那个学习也好，比如说学习这个大模型，学习大模型的话，我让 O1 Pro 去把整个的这个体系给出来，然后给我指导我怎么去学，从哪里开始，怎么去练习，然后细节的都可以去问，然后我再去做这个工作规划、做计划的时候，我把这个我的需求直接给到那个 Deep Research，给到那个 O1 Pro。让他们帮我去分析，我怎么去做这个年度的规划、半年的规划，我们要解决哪些主要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些主要的问题，然后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都可以，这些都可以去用这些最强大的模型帮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我们能够你能够
就很快的知道这个别人是怎么做的，因为他这些信息很多都是从网上找的嘛，他会去，我们经常每年都会有各个地方，全世界各地的各种技术会议，对吧？他能够会把所有的信息都找到，能够非常快的帮你总结出来，谷歌怎么做的，OpenAI 怎么做的，Cloud 怎么做的，都给你总结出来，然后给你建议说，你要搭这个 AI 的工程团队的话，或者你要做这个清洁能源，你要做什么东西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对吧？你要做哪些事，你要解哪些问题，你怎么去拆解你的任务，他的话。所以这个我也这是我们新时代的工作学习方式。然后像对我自己的影响，比如之前我不怎么写全的，几乎不写全的，然后现在很多项目我都在用 Node.js 写，因为 Node 写起来很方便。比如我正在写一个叫 AI Compass 这个界面，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吧。这个就是我让他帮我写那个，这是一个 AI 产品列表。然后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是 Hack News 那个 Newswire Combinator 跟 Product Hunt 的一个复合体，但是这个主要是面向 AI 产品的，就是为了大家可以你推荐什么 AI 产品，或者你要找什么 AI 产品，你直接在这个里面去找，叫 AI Compass 这个产品，大概2周之内会发布。本来我想今天发的，时间太赶了，还是来不及。虽然 AI 能帮写，还没那么快的效率，没那么高的效率，说半天一天能够写出来一个复杂的这个项目，它基本上把架子给我搭出来了，然后大概一半的功能已经帮我实现完了，但是还有一半的功能还没实现完，所以花的时间不多吧，就是还是没那么理想。不过估计半年之后、1年之内，AI 能力会非常强，它可能真的10分钟能够帮你把完整的应用实现出来，然后发布出来。所以这个带来的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还需要产品吗？未来我们还需要编程语言吗？很可能是不需要的。我们未来可能你只需要自然语言跟 AI 对话，它帮你把所有东西都干了。我们都不需要软件产品，我们只需要有几个智能体就可以了。比如我需要一个工作用的智能体，我需要一个生活用的智能体，我需要有一个啪啪的智能体，就几个智能体，分一下，做一下分工，帮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干了。你不需要写各种软件，这些软件都没有意义了，有可能未来，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阶段性的工作，我认为。OK，但是另外一个可以看的，就这个 AI Compass 因为还没整完，也还没发，所以先不给大家看。就是以前不太，就是我不熟悉的技术，不熟悉的这个方法，现在我们通过这个不同的工具也好，通过智能体也好，都能够去，他们都能够帮我们去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去把事情给做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前面让他帮我整理文件夹。结果我没想到他会写代码去帮我整理。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是，那个我前段时间我让那个我在 Client 里面，用 MCP，我让他帮我做这个白雪公主的绘本。我说你帮我把白雪公主的绘本做出来，完了之后你需要去啊、你需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就他在有一个步骤也是跟刚刚一样，他说我要去写代码，我要去写代码帮你去做这个转换处理。他是做什么转换处理啊？他是做文本的翻译还是做啥？我忘了。他说写代码去处理，完了之后就是把最后一个很好的结果给出来，就这个是完全最初意想不到的。然后最近我还在做一个事情，是在那个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把按键的信息录下来，把按键的信息录下来，就是我们录玩游戏的视频。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玩 CS 的时候，或者玩星际的时候，你的按键信息，你的按鼠标的信息，我们把这个信息录制下来，录制下来干嘛？录制下来做这个强化学习的训练，对吧？所以录制下来我们怎么去做？简单的方法，我可以用一个摄像机来拍，对吧？就跟我们传统去做这个自动驾驶一样，我开车去把路上的环境、路况全部采集下来嘛。那简单的录制视频跟按键的信息的一个简单方法，我用摄像机来拍这个人的视频跟这个他的按键信息，完了识别出来，这个效率就太低了，对吧？那还有方法，你可能可以把键盘做一些处理，把键盘的信息做个拦截，然后给它记下来。那么还有，我们最后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用 OBS 去录制视频，因为 OBS 是开源的软件嘛，它有很多插件，我们自己也可以写插件，在它录制视频的时候，同时把我们的按键信息保存下来。然后呢，它现在其实是有一些插件，它是可以把
按键信息在屏幕上展示出来的，但是它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找到这些插件，我这些插件都是 C 加加写的，C 加代码我也不熟了，C 加代码门外汉的，那写的话也能改，你改一下可能2个星期、3个星期改出来，自己存自己写，但现在不一样了，像我把它插件代码拿到我打开 Cursor 说，请帮我添加一个功能，把这个按键信息除了屏幕上展示之外，也把它记录到本地的文件中，它就啪啦啪啦写出来，对吧？几分钟、10分钟就搞定了。啊，当然我找了2个插件，第一个插件其实它并没有帮我很好的实现，后来又换了一个插件，换一个插件之后很快写出来，写出来之后，然后也可以用，它能够就这个功能就实现掉。就现在有了这些工具之后，你不仅仅你不光是说我们去做绘本也好，还是做这个电影的短剧的生成也好，那些领域知识、剧本的知识我没有的，然后电影的知识我也没有的，但是可以让 AI 帮我来做。然后我也不会画图，我也不会画这个 logo 图，我可以让 AI 帮我做。我也不会用 C 加，我也不会用汇编，也不会用 Rust，也不会用也不太熟悉 Node.js，不熟悉 TS。但是你可以让 AI 来帮你干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就是以前没法干的，受我们的技术站的限制，各个方面的限制，你没法干的，现在都可以干。这个是对我们学习工作的，就是对我们工作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学习就是你现在要学什么东西都比之前更加容易，对吧？然后像孩子学习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学校里有个问题是，AI 的进展非常快，然后但是学校的教育还是用了非常传统的方式，这其实我们比较担心了，比较焦虑了。后面这个大家这个毕业之后发现，我在学校那些时间都是浪费掉的，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孩子经常逃课，他不愿意去学校上课，他一个星期逃好几天课，逃好几天，他要逃就逃吧，我也就这样了，我也就放平了。反正你学校里每天都是让你们去不停的考试，小学、初中哦，然后不停的做各种练习、各种考试。我估计台湾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那些时间都被浪费掉了。但是现在其实有 AI 之后，他们现在一个学期学的内容啊，完全不用这么长时间了。你可能一个月就能学完，甚至3个星期、2个星期完全就能学完。学完之后你可以去做更多好玩的事情，出去玩干嘛都可以，对吧？不用待在学校里了。所以未来对于学校教育，我相信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转变吧。好，然后开源项目向量检索，就这个刚才最早其实有提到了，就是就是我做了一个 PDF，这个我做了一个 PDF Translator for Human，那这个工具你可以配置本地的模型，然后你可以用谷歌，然后你也可以用 OpenAI 或者是其他的模型、其他的工具帮你做翻译，你可以配本地的模型，Olama 都可以了，谷歌也可以了，然后完了之后上传一个 PDF，它帮你做翻译。就是然后出来 side by side 的对比图，这个 Hugging Face 上应该废了，应该是用不了，因为它会调谷歌嘛，调谷歌次数多了，我估计谷歌把我封了。我试一下，估计谷歌把那个 Hugging Face 那个 IP 给封了，因为调谷歌是用那个谷歌的匿名的 API 去调的，怕你调多了可能就封掉了，所以这个最后这个结果，它是 side by side 的对比的，side by side 的对比就是说我在阅读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原文跟新的内容，就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跟那个沉浸式翻译的效果类似的了。但是我做完之后，我把这个工具发到群里，群里的人说，哎，你可以用沉浸式翻译，然后你可以用还有另外的工具也可以干这个事情，可以用这个 Chat PDF，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PDF Master Translate 这个工具也非常好用了，这个也可以，它好像也是有 side by side 的对比，我忘了，也非常好用。然后也是开源的，对，它有 side by side 对不对？就是说我干的这个工具至少有2个，还是有3个工具，而且非常好用的。哦，这个哦，好吧，能用。OK，我这个是谷歌的，用了谷歌的那个匿名的 API key 嘛，它能翻译。我这里现在只翻译了2页嘛，第一页跟第2页，对吧？然后其他页我没有翻译的，我可以需要的时候我再去 next page，它再回去翻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本地的模型跑起来非常慢的，非常占资源。我的 Mark M4上每次把那个8 B 或者是32 B 的模型跑起来之后，风扇都呲呲响的非常厉害，我都感觉它要爆掉了，就是耗电会非常快，而且声音很大，感觉就是很不安，让人很不安。所以我做了一个，我看几页你就帮我翻几页，你就不要不停的翻，对吧？所以这个是按需翻译了，用本地模型按需翻译。
然后本地模型其实翻译的有用阿雅那个模型能力还蛮好，如果大家也有这种需求，你可以用这个阿雅8B啊32B 都还蛮好用，就这个这个阿雅 Express，这个大家自己玩了这个是这个题外话。所以然后为什么我一开始找不到这个工具，找不到那个 PDF Mass Translate，我可以演示一下我怎么找 PDF Translator。那我们用 PDF Translator 找，我们不会说用 PDF Translate 去找嘛，对吧？Translate 是个动词呀，对不对？是吧？就是 PDF Translator，找到一堆 PDF Translator，然后我去一个个翻，我翻了好几页，我没有找到 side by side 的工具，因为我需要左右两边同时展示出来，这样我能够对比翻译的准不准确，对吧？对比原文去看，因为有些地方它翻译确实不准确的嘛，我要去看原文了，对不对？所以我没找到，完了之后我自己做了一个，结果发到群里，别人告诉我，哎，有好几个工具可以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用传统的工作已经不 work 了，对吧？你用传统的谷歌搜索也好，但听说谷歌最近在上线语义搜索的功能，我还没有用到，它没有被回读到，所以我们需要语义搜索。原来语义搜索的话，我就整了一个语义搜索，我们看一下，叫 semantic hub 点 xyz 的域名，大家可以就是，所以这个上面搜索的时候，比如说我搜 PDF translate，它就不是关键词搜索，它会把关键词先转成 embedding，然后用这个 embedding 去搜索。我们看刚刚那个 mass translate 有没有出来？mass 写错了，mass 就这个对吧？PDF mass translate，我们用 PDF translator 是能够找到 PDF mass translate 的，这个就是语义搜索，对吧？跟 GitHub 搜索是不一样的，GitHub 你搜索不到的，GitHub 你要这个你是搜索不到的，mass 找不到的，没有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把 GitHub 的这个搜索给它重写一遍，所以我就重写了一遍。然后完了，这个内容因为非常多嘛，所以其实你可以用大模型，用的 GPT 用的 GPT 做个 re-rank，重新搜索一遍。所以大家如果你以后要找开源项目，你直接用这个找就好了，用这个语义搜索就好了，会比 GitHub 的这个就排在第3位了，PDF Mass Translate，对吧？因为语言模型会知道你这个相关度非常高，它能够用语义去理解，然后你用中文、用英文、用西班牙语、日语什么都可以搜，所以这个是，然后这个工具是用科斯帮我写的，好吧？AI 帮我写，AI 帮我写，当然我自己有调试，我有测试不同的那个 embedded 的模型，不同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包括那个 WakeDB 也测试了不同的方案，最后我直接用 Face 去跑这个事情。好，然后的话，最近的那些模型，就是DeepSeek 也好，千问也好，DeepSeek 大家看有什么问题吧？我们直接聊好了。就 DeepSeek 跟千问它们模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千问最新出来的比 DeepSeek R1的会稍微差一点，但是速度很快，而且那个幻觉度上可能会低不少。幻觉我没做过测试哦。然后 Manus 讲一下，Manus 大家可能也很关注啊。Manus 他们的怎么说？就是他们基础能力，他们是没有什么基础的核心能力的，就是说它的门槛其实没太深的护城河了，里面基本上是一个 search，然后加上 browser use，然后加上 code generation，加上 code execution，然后加上了语言模型的 planning，然后最后输出内容。所以现在主要的能力是在内容的收集，在内容制作上，比如说可以制作，这个是制作这个动态的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动态的教程，然后最后它可以把它自动发布到了网站上了，它发布到了他们的一个动态域名上，这个动态域名上，这个是 transformer 的这个学习的生成 transformer 学习的这个交互学习的课程嘛，这个是它课程，它生成的课程，这确实非常好。然后是静态的，所以它直接部署到了他们的子域名上，然后这个子域名也是动态生成，这个可以对吧？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是还有一个，这个是这个是把 MIT 的一个课程，一个录制的课程转成那个 LexCode，转成 PDF，然后他就把视频内容下载下来，还说是调用命令了，调用 FMPEG 的那各种命令，调用命令把这个内容转成文本，最后文本转成 PDF 各种，
就是，然后 PDF 文件你可以下载下来，MP3 也可以下载下来之类的。所以这个是最后生成的页面，在这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页面，然后它把里面的内容都展示出来。所以它这个就是 Manus 在信息收集、信息处理，然后 browser use 的工具也好，还是在 computer use 的工具，就是模拟点击，然后最后去生成内容，包括生成静态的网站，然后把它部署起来，包括代码的执行调用，整个链路串的非常好，所以其实能力还是可以的，非常好用的产品。这可惜还没有账号用不到了。好吧，这个是 Manner 提一下，其他的话，好吧，希望能早点用到他们的产品。然后他们现在这个产品也是阶段性的产品，它并不是一个通用的智能体，不是一个通用的 agent，因为它主要的能力现在还是面向内容，面向内容的生产、内容的创作上。OK，我这边讲的差不多了，大家看其他有什么问题想聊的，我们随便聊一聊。